關於年輕人現代愛情对象里筛選与理性關係的幾點迷茫啊！我是一名20出頭的年輕觀眾，我這一段我要傳授給你們一些絕活啊！我發現你關於年輕人愛情主題的切片相对较少，而這恰恰是目前最讓我感到迷茫的領域，特此写信向您請教。在當今這個快餐愛情盛行的環境下，我身邊的絕大多數朋友对戀愛都抱着玩玩而已的態度，認為到30歲左右事業穩定了才會考慮定下來，這就導致目前的戀愛風氣更傾向於追求短暫的親密接觸，或者把戀愛當成在社交媒體和朋友圈裡彰顯面子的工具。這讓我產生了一些困惑，我想聽聽你的深度見解。一，乾貨來了，這種戀愛觀是否脫離現實啊？就是這個小年輕這個啊。然後他繼續問，在20歲出頭的年紀，抱着奔着結婚而去的心態去談戀愛，在如今的社會大環境下，是否顯得太特立孤行了，甚至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呢？啊，這也不是啊，这不是。有些女生可能跟你想的是一樣的啊，就是傳統的。那你要是能碰上的話，那当然很好了啊。但是就我来說啊，就我本人来说，我建議女生啊，20岁要結婚啊，20岁要奔着結婚的心態，想辦法在25岁之前正式結婚。女生20歲開始談戀愛啊，談個3年，換個1、2個男朋友啊，到25歲左右的時候就正式步入婚姻殿堂。25歲之前解決問題啊，這是女生啊。男生呢，生理上來說，男生應該比女生大5到10歲為妙啊，就是兩口子比較美滿的婚姻啊，男生最好比女生大一點啊，大5到10歲。為什麼呢？這是由雙方生理和心理、社會心理決定。如果2個人呢，年齡過於相近啊，就像我跟張教授這樣，就會產生一個什麼不好的狀態呢？就是雙方見證着對方的成長和成熟啊，就是這個女人啊，需要崇拜男人，那就是她需要對丈夫有一種崇拜感啊，這樣的婚姻是非常美滿的。男的大一點，成熟一點啊，強大一些。但是你是個傻逼的時候，他就認識你了，那麼他看着你是丑小鴨。當你最後進化成天鵝了，他知道你是丑小鴨，所以你裝不起來。所以像我呀，像 Jensen 啊，就是像黄仁勳呀，这種婚姻呢，都有這個小鬱悶啊。當然呢，一般的人呢就會離婚，但是因為我們不是一般的人呢，所以我們就堅持下來了。堅持下來也有堅持下來的好處啊，就是什麼好處呢？就是穩定嘛，就是知根知底兒啊，超級穩定啊。最後呢，也就各自認可對方啊目前的真正狀態了。啊，也就是說，他就不再把你當丑小鴨看了啊。那就是啊，如今我再給大家普及性知識啊，不瞞你們說啊，我第一次也早洩呀啊，那我也受不了那刺激啊！我操，那么好的感觉，我操，那可比手舒服多了，比五指姑娘舒服多了啊！那我去，那进去那不是当场就滋血了？你別說那個射什麼，就射的都是血，那個鼻子裡滋就出來了。所以這個。所以男生啊還是成熟一點好啊，就是客觀的說啊，我自己當然我自己和黃仁勳好多都是反例，但是我不是絕對啊，我贊同男生比女生大個幾歲啊，這種情況是最好的。所以男生呢考慮結婚的年齡呢，最好是在30歲以後啊，男生啊，當然不是啊，不是每一個男生啊，永遠不要極端化，我是說大部分人。為什麼男生太嫩的話確實不好啊？我捫心自問啊，我在30歲之前是個不合格的丈夫啊，我是不合格的丈夫。我想你要是問黃仁勳如果足夠自信的話，他也會這麼說啊，就是讓他老婆吃了不少的苦啊，因為小男孩嘛，男人真正有味道和女人不一樣啊，男人就像酒一樣啊，他真正有魅力是35歲以後，女人呢所有的男人都喜歡18岁的、20歲的，所以呢，女人呢她的花期呢基本上都是在35岁之前啊，40岁之前吧。現在高科技了啊，就是女人在40岁之前呢是她的黄金年華，而男人的黃金年華要長得多啊。你不要拿我舉例子啊，我們家那個張教授很好，那你拿再老一點的，比如黄仁勳，你看黄仁勳現在狀態，你再看看他老婆的狀態啊，你看你一眼就看出來問題了。就是女人的這個周期比男人要衰敗的快啊，所以呢，男人啊瞄準比自己小個5歲到10歲的女人啊，年輕人談戀愛可能更容易結成幸福的婚姻啊！不要跟我抬槓，這是我一家之見啊，人家問我沒問你，所以你可以在扣評或者在評論區說你自己的觀點啊，不要再抬槓了。
是的，我老公比我大9歲，很幸福。对啊，就是我說的是一個普遍原理，你不要拿着黄仁勳和那什么來反對好嗎？男人女生肖合不合確有此事嗎？哎呀，沒有此事，真的沒有此事。你是問了個很好的問題有人說3合6合就是心理因素，為什麼呢？很簡單嘛，合不合都是說是生肖不合，就是年。大家知道人的命運精確的來說要是時柱的就是年月日時刻年月日時分才能真正定你的命書那麼大體上來說年月日时分定你命書要收你5萬人民幣了就是呢，就是傳統的就是大家都能掌握的還準確率還比較高的就是年月日時，年月日时。但是如果要是懂八字理論的話，就知道年它的权重幾乎是最低的月日的权重是最高的所以所谓你点感天地之灵气，运日月之精華的時候，那個是月份，就是那個冷熱寒暑和那個日子陰晴圓缺下雨晴天，對你的命運影響更大年呢影響相对來說的權重也就10%到15%，所以你85%的因素合，15%的因素不合，那並不代表着你不合所以這個是不科學的我可以很負責的告訴你，單通過生肖是不科學的，要把八字配齊才能合婚只論生肖不用考慮不用考慮你的心合不合，你的心會告訴你兩口子離不離得開對方自己心裡沒個逼數對不對？所以那你這種戀愛觀呢是否脫離現實呢？跟今天的中國來說確實是脫離現實，因為今天的中國處於一個非常浮躁戾氣很重的狀態，但是呢那你是少部分，但你並不是不是你是少部分，但你不是變態。那過去你像我们这個年代都是你們這麼想的就是我是70後嘛，也就是說90年代的愛情都是奔着結婚去的，沒有不是結婚去的都奔着結婚去的。所以只不過現在這個經濟發展了，然後這個社會的浮躁了它就變得就是浮華一些。但是我相信不同的家庭會教養不同的孩子所以你身邊都是戀愛素食都是80年代的美國的狀態性解放時代但不代表那個性解放時代也有傳統的嘛那你看美國性解放60、70年代越南戰爭以後一直到80年代性解放，那現在比那個時候好多了現在又講究長期的夫妻了那個時候美國當時阿甘年輕的時候就不結婚那個傳統婚姻什麼的他們不喜歡，那現在也不都回來了嗎？所以這個不用着急不用着急那個良好的婚姻是命運安排好的你碰到他就是碰到他了，所以你不要着急那你沒有碰到他，那你就當然有可能一生都碰不到那你就是認命就行了因為什麼呢？這句話記住一段不好的婚姻不如沒有婚姻這是真理，過來人的真理。所以所有的父母不要催婚，不要給孩子催婚，勉強為了結婚而結婚的婚姻那個痛苦無比最後離婚的時候全部都在感慨他們還不如不結，真的是這樣因為離婚率有多高你們心裡沒個數嘛都50%以上了。所以呢也就是說一半的人是為了結婚而結婚，所以呢晚婚倒有晚婚的好處不用那麼這消極的看晚婚覺得晚婚的人是不是都是流氓都是性解放不一定尤其是男生玩夠了有了經濟實力你們在迎娶夢中的白雪公主你們可能婚姻更幸福，更容易幸福不會經歷這麼多波折第二個問題，如何在戀愛中保持理性如何在戀愛中保持理性？你看這個孩子應該是個處男如何在戀愛中保持理性？這話問的，保持理性的人不會戀愛的對不對？老教有人一聽就笑了，在戀愛中保持理性，戀愛本身就是非理性就是你這句話就是如何在酒醉狀態下保持安全駕駛。我的你這個你酒醉狀態下你就不要安全，你就不要駕車你在戀愛過程中如何避免被多巴胺和激素沖昏頭腦過度上頭，從而能平衡好個人生活與密切關係呢？那這樣吧，我就今天傳授你們個乾貨叫5天識人大法，尤其是對男人尤其是女孩對男孩女人對男人這個方法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管用100%的管用。5天識人大法幹嘛呢？找上你心儀的男生，就追你的男生你也不知道他合不合適跟他
做一次出门的自駕遊。现在中國也人人有车了，中国年輕人也做得起自駕遊了，所以我們中國現在的城市就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啊，所以呢，你們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啊。當然西方，那更是可以了啊。這5天這1星期，你們小两口與世隔絕，不要在熟悉的環境中，不要在工作的環境中，不要在朝九晚五的環境中。這5天啊，從頭到尾，比如說你们住在北京，開車去一趟成都啊，開去開回，那是太遠，去趟西安也行，開去開回。這5天的過程中，你們會遇到制作計劃，遇到突發事件，雙方共同應對啊，以及雙方處理自己家務，自己的平時的這個俗務啊，比如說洗衣做飯啊，買飯啊，端茶倒水啊，洗澡啊，這些瑣事兒。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如果這個男人啊是演的愛你，而不是真的愛你的話，他不會給你開車門，也不會遇到下雨的時候給你打上傘，也不會給你泡方便麵，也不會給你推椅子啊。女孩想坐下的時候，他不會給你推椅子，他事都不讓着你，你就不要跟他處了。為什麼？當你懷胎10月的時候，當你舔這個大肚子的時候，我告訴你，他準找朋友喝酒玩去，那你就是嫁錯人了啊！所以這個5天試人法試的是什麼？試的是女孩啊，我站女孩的角度，試的是這個男生的容忍度、情緒控制能力和耐心啊，對你的愛是演的多巴胺和荷爾蒙催出來的，多巴胺荷爾蒙射完了，它就原形毕露了。你不要忘了啊，射了它就原形毕露了，何況射3天啊，第4天一定原形毕露了。比如說你们車錯過一個加油站，他是不是罵你啊？如果他沒有罵你，他跟你好言好語的告訴他，那我們下一個加油站怎麼弄？這個男人你值得托付終身啊！啊，這個是一個5天試人法。當然，男人對女人也一樣，他是不是惦着你？他是不是惦着你？你的襪子不夠了，女孩是不是主動給你買上襪子？哎，襪子我給你買好了，我看你襪子舊了。男孩因為這方面都大大拉拉的，背心上有個洞，說老公你背心上的，或者男朋友你背心都舊了，別穿了，你的尺寸我現在也了解了，我給你網購了一批新背心啊，咱們就帶着吧。你觀察男生觀察女生，這叫5天試人法，雙方都為對方着想啊，雙方都搶着幹家務，這樣的家才能過得下去啊，否則的話單方面的，那你是來還債了啊！你要結婚，你就是上輩子欠的呢。難怪有的情侶旅遊回來就分手了。沒錯啊。3啊，真正的真愛與結婚對象該如何篩選？如果依然渴望找到一位能相守一生的伴侶，在尋找和相處的過程中，應該注意什麼啊？容忍、關懷，發自內心的把他當成自己的一份子。你把他當成自己，甚至優於自己，雙方都應該這樣。相守一生。是指的是你要把對方的優先級放到自己之上，才能相守一生。而且雙方都必須這樣，叫相敬如賓呢，相敬如賓啊。為什麼呢？因為人都是有稜角的啊，人都是有稜角的。兩個有稜角的東西放在一起，一定會摩擦，一定會碰撞，因為生活習慣不一樣。為什麼說跨國婚姻很難維持呢？為什麼是同一文化背景的婚姻很好維持呢？就是因為你的稜角碰的地方少啊，不要抬槓啊！我知道跨國婚姻有非常好的，這就是說概率上。那麼當然跨國婚姻也有特別好的，就是他媽的就是聽不懂啊，那也就稜角都是掩藏了。所以有什麼核心指標可以用來篩選真正合適走入婚姻的對象呢？就是雙方能夠容忍對方。為什麼？一段持續的婚姻啊，一旦進入婚姻的殿堂啊，一段持續的婚姻一定會褪色啊，所有的婚姻都會褪色啊，荷爾蒙多巴胺都會消失，變成柴米油鹽。所以两個人如果能夠容忍對方啊，稜角磨掉了，變成圓滑的，對對方變成圓滑的，或者他知道你這兒有個稜，他會生出個角，他知道你那兒有個角，他會避免他這個角，給你留一個溝，雙方咬合在一起了，這樣婚姻就穩定了啊，雙方互相容忍。所以啊，真正的婚姻的秘密是什麼？你問所有的50年以上婚姻的人，40年以上婚姻的秘密是什麼？忍耐。這不是一個積極的詞，不是什麼享受啊什麼，不是，忍耐。為什麼？當他把你氣得肝顫的時候，你真的不要口出惡言，你真的不要失去理性，你更不要失去你的從容和優雅啊！這樣的婚姻是最高質量的婚姻啊！每一個人都要學一生的
啊，我也在學啊。我之所以講的這麼好，就是因為我他媽正在學嘛，我是過來人嘛，啊，所以呢，不是說每個人都天生會，不是說每個人天生會。談戀愛的時候，就是3、5天咱出去的時候，王的推特怎麼不見了？我刪了啊，我自己刪了。他們不給我分錢，我很生气。他們不给我分錢，我 appeal， 我抗議。他們說我是黄推，我操，我這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一個要从政的人，我他媽就变成黄推了，我只好删了啊。所以包容和忍耐吧，這才是真正的婚姻啊，否則的話叫愛情。所以你看，我把婚姻和愛情分得很清楚。好多之前的教友問我，那我為什麼要結婚？我說很簡單，你們倆共同生孩子了就要結婚。為什麼？不是為了你倆啊，真正的愛情是不結婚的。保鮮的愛情是2個人不要結婚 dating 啊就行了啊，各自住在不同的房子裡。但你們有了共同的孩子，孩子需要爸爸和媽媽。至少在目前的人類社会，人類還沒有发現不需要爸爸媽媽就能把孩子培養的健康的狀態。那最好就是父母雙全啊。所以當你們懷孕了要生孩子了啊，你們必須結婚，這是沒辦法的事兒啊。否則的話，誰願意結婚呀？我这是過來人，我跟你講，我要是沒有小孩，我不願意結婚。那為什麼呢？結婚就是包容和忍耐。那你越老，為什麼說30歲以前女人一定要結婚？女孩子在28、29歲之前為什麼一定要結婚？我告訴你，過了29的女生沒有辦法包容和忍耐，因為女生本身就比男生更容易不忍耐，就是包容心男生還是要大一點的。你看女生宿舍就知道了，你看女生宿舍的，你看女校就知道嘛。女校，因为我们這邊有女校有男校，女校那雞巴的自殺率和那種他媽的那種霸凌率比男生要高得多啊。男生都是大傻個兒，踢場球全好了，女生呢心亂如麻攻心計啊。所以女生在懵懵懂懂的時候，哎，她就接受了包容了。到她30歲以後，女人30歲以後都是經濟獨立的，經濟一獨立，這個女人一有經濟獨立能力啊，自己能養活自己了，不會包容任何一個跟他生活習慣不一樣的男體住在他的床上，除非這個男人是一個他媽的來自星星的你，他媽的，除非是個他媽霸道總裁愛上絕經的你，所以這個基本上不可能嘛。那麼霸道總裁早結婚了，來自星星的你早被別的女人搶走了，所以剩下的男人就是40歲的還沒結婚的，沒談過戀愛的男人，那他是不會容忍的啊，因為肯定是他無法突破他的這個，因為他的各種。對吧？就是一句話吧，咱們也別說那麼講了一句話，過獨了，獨立的獨啊。女孩一過30歲過獨了，男人也一樣啊。男人大概35歲以後、40歲以後也過獨了，不想結婚了就。女生宿舍4個人拉11個群，是這樣的，是。好了啊，除非他是孩子的爸爸。好了啊。最後啊，非常感謝王叔抽出時間閱讀。現在年輕人的感情世界充滿變數，真的很希望有機會能在未來的切片或視頻裡聽到您對這個話題的破局之法。祝您的頻道越辦越好啊！沒有，你又把自己想的與眾不同了啊！我跟你說，人類啊，就是背景板換換，主角和台詞都不帶換的啊！就是人類的愛情，從5000年以前有了社會、有了國家之後，到現在沒有什麼變化啊！婚姻、性啊、背叛、忠誠啊，這個。忍耐、包容啊，這子女全是一樣的啊，所以你不要以為現代年輕人充滿變數，過去年輕人變數也不少啊，離婚率那麼高就是證明啊。好了。